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又跟大家讲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了。我知道已经做过好几个影片讲这件事情了，但是今天主要讲的就是那种花比较少钱或者是没有花钱的玩家应该要怎样去玩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还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新版的卡沃拉克有什么差别。那首先这个新版的卡沃拉克只有4种等级，4种难度而已，然后每一个难度只有15个等级，没有像以前那样子有5个难度，然后有30个等级，不是这样子的。然后你这个新版的卡沃拉克呢，在黄庭之前可以拿完所有的水晶，所以我今天的计算呢，会计算到最后黄庭你的技能大概可以升到哪一个程度啦，你的水晶科技。那最后一个等级其实是在黄庭之前还没有开放的，但是不影响，因为最后一个等级你只会拿到赛季币，不会拿到任何的水晶。是的，没有听错，所以你基本上只要完成前面3个等级呢，你就可以拿到水晶了。那如果是等到最后一个等级的话，要等到差不多圣城要开放的时候才会解锁，到时候应该你们也没有什么事情做了吧，这个也不紧张啦，你们要等到最后一天才完成也可以。那但是第3个等级呢，是在你们完成了100万的击杀之后，这个任务结束之后就会解锁，然后这个任务解锁了之后，就是完成了之后，关卡8才会开放，就是圣城的门口。但是不同的地图可能开放的时间不太一样了，我们现在玩那个版本是英雄战歌，所以其他的版本我就暂时不确定，可能其他版本的时间有一点不太一样。既然都说到卡沃拉克已经改动了，那么改动之后有变得比较多水晶吗？还是拿的比较少了？这里我有做列表，这里我所做的记录呢，其实是从以前到现在的记录，就是从第1个版本到现在的记录。这个水晶科技版本呢，你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列表是第1个版本，不是上一个版本，第1个版本。第1个版本我们其实可以拿到1662万的水晶，还有差不多接近7万的赛季币。但是来到了我们上一个版本，其实削弱了很多，减少了很多，从原本1600万的水晶变成了1000万。这个我在之前的影片好像也是有提到过，就是改版了卡沃拉克之后，我有跟大家讲过。然后赛季币从原本大概可以拿到7万的赛季币，变成拿到6.5万的赛季币了。但是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又在减少了，现在变成只能拿到928万的水晶，还有5.5万的赛季币。那的赛季币是直接削弱了1万。那这个赛季币拿到比较少有什么影响呢？就是你能够去赛季商店这边买到的东西也会慢慢减少。对于一些老玩家来说，可能影响不是这么大吧，因为老玩家都已经把一些城市皮肤或者是一些图纸都已经买了，所以需求可能不是这么多。但是对于一些新的玩家，又或者是刚参加征服赛季的玩家来说，可能需求量就比较大一点，因为我们要买的东西特别多，像是有镜头啊、材料、洗炼石、城市皮肤，还有包括各种图纸，其实这些都是需要用到赛季币的。所以这边算是优点跟缺点都共存吧。首先比较好的优点就是你拿到的水晶不需要再等到像黄庭开放之后、圣城开放之后才可以拿到全部的水晶，你可以提前拿到。但问题就是你拿到的水晶数量还有赛季币的数量都减少了，比上一个版本还要更少。说到水晶方面减少，或许有一些玩家会觉得说没有关系啦，他这边水晶少那么一点点，我再打多一些野蛮人就可以拿回相等的水晶了。那这边跟各位讲一下，那如果你是这样子想的话，那你就有一点危险了，因为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呢，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省了很多水晶，但实际上你的发挥你的能力呢是不如之前的版本的。这边跟各位讲一下，这里我有分成2排，有包括单兵种，就是比方像我的账号这样子只有骑兵，又或者是你有玩双兵种，就比方说你有使用工兵跟步兵2个兵种的话，开销会多少？这里是直接相差了1倍。所以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第2个缺点就是，如果你是使用多兵种的玩家，真的这个新版本对你来说是不利的，你的开销会比较大。
然后这个数目呢，就是我们打完卡乌拉克可以拿到的水晶，我是直接计算到黄庭啦，看你们可以开到哪一个技能。那这边红色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提升兵种的这个数据，我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官方之前透露过的数据，我从这边算起来的总数，然后抽取这边的计算来算啦。所以如果你们在提升水晶的时候，可能会减少一点点费用，因为这个是还没有在减少之前嘛。但是我这边要跟各位讲一下，如果你们是没有花钱去购买礼包的情况下，不要点选收敛操作，因为没有用，你只会浪费你的水晶而已。你点了跟没有省没有什么差别，除非你是那种把水晶科技全部都升满的玩家，那收敛操作你是必须要开启，你是必须要点满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去买水晶，没有去买礼包的话，你点了这个反而是浪费你更加多的水晶，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去点选。那我那个列表只是会抽取几个来计算啦，就比方说我单兵种的话，我就会选择骑兵攻击，然后骑兵的速度加成，后面的一排呢，我就会提升扩编、打野蛮人、驻地任务拿到的水晶数量还有好感度。继续后面的部分的话，我也会把这个扩编提升满，然后这个集结不需要用到，还有打这个卡乌拉克水晶版本可以拿到的水晶数量也是会提升。后面的话也是一样，选择一个兵种又或者是2个兵种，因为我选择2排嘛，所以我一般会去计算骑兵第2个攻击力提升，还有骑兵的第2个速度提升。基本上到这里就已经花很多水晶了，我没有计算到太后期啊，还这边其实还有一个防御力提升的那个我也没有计算到，因为我看我的列表的时候其实花很多水晶了，比原本我们可以获得的水晶数量还要更多。这边跟各位讲一下，如果你们打完所有卡乌拉克可以拿到的水晶数量是这么多，你在上一个赛季已经是拿完所有的预备箱，听清楚啊，是所有啊，因为你要把所有的预备箱拿完的话，你至少要花至少1亿的水晶。我相信如果没有花钱又或者是花很少钱的玩家，应该不会花1亿的水晶，但我还是给完你们所有的水晶预备箱了，就是你已经消耗了1亿水晶之后可以拿到的箱子里面总共拥有的水晶。然后水晶研究院，如果你提升满的话，需要消耗多少的水晶？这边你们可以看，在你还没有完成卡乌拉克之前呢，你这个水晶预备箱3个赛季可以拿到的那个水晶数量，基本上都已经消耗在水晶研究院了，是没有了，已经花光了。所以这边也是跟各位讲一下，如果你们3个赛季有花水晶，然后拿到一些预备箱的话，不要马上去提升满你的水晶研究院。我知道提升满了之后你可以节省一些水晶啊，又或者是一些其他东西之类的。但是我跟各位讲，因为你的水晶不会提升到这么高的科技，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你如果没有花钱，又或者是花很少钱去提升水晶科技的话，你可以一边提升研究院，然后一边慢慢去研究，你不要直接解锁到25等级。假设你们真的是把水晶工厂或者是研究院提升到25等级的话，其实你们所花的水晶在这些建筑物上面比节省的还要更多。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可以点开查看，你们提升研究院或者水晶工厂的时候可以节省多少的水晶。你看水晶研究院就节省0.1%、0.2%、1%、2%，甚至到25等级也就只有节省5%。但是你消耗在这些建筑上面的水晶都已经超过这边的数目了，已经超过你能够节省的数目了。所以我是比较建议你们能够提升到哪一个等级就解锁哪一个。就比方说你解锁到一半的时候他要求你研究院必须要提升到5等级你才来提升，如果没有要求你的话，你就不要提升，这样子就可以省一些你的水晶。所以如果你们是用我这个方法来去提升你的研究院的话，其实它所需要消耗的水晶不会这么多啦。你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水晶研究院消耗的水晶当成是水晶工厂跟水晶研究院2个合在一起的数目就行了，因为你不是直接提升到25等级，所以基本上你上个赛季所留下来的水晶呢是已经不够你用了你只是提升建筑物都已经不够你用了，所以你剩下卡乌拉克拿到的水晶呢，基本上都只能拿来提升你的兵种了。那红色的部分就是提升兵种啊，包括兵种的攻击力、兵种的行军速度，然后这3个也是一样，就是你那个兵种啊、提升啊、速度之类的，blah blah blah 一大堆啦。
这边我还有写了扩编用多少，野蛮人用多少，驻地用多少，扩编2用多少，卡卡鲁用多少，基本上你就只能提升到这里了。你不要想着说哦，后面你还要提升什么啊？你要第6个部队、第7个部队啊，你要这个伤害减免之类的，你不要想得这么远去。你没有花钱，没有去购买礼包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拿到这么多的水晶了。而且你们看我那个列表是已经超出很多了，你原本可以拿到的就只有900万的水晶，就是说你还要去打野蛮人，或者是完成每一天的驻地任务，才可以达到这个等级。所以在之前的影片中我分享我的水晶啊只能提升到那个程度呢，是真的。但我已经做过测试了嘛，就是没有花钱又或者是花很少钱的情况下，基本上你在关卡4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提升到差不多扩编的部分吧，扩编2的部分你还是可以带接近40万的部队出去的。所以我才在之前的影片跟大家讲啊，如果你是没有花钱花很少钱的玩家，你在关卡4表现是最好的时候了。因为等到关卡7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嘛，关卡季有花钱的玩家已经可以把水晶科技升满了，到那个时期其实你打架会有一点吃力了，不过你也是可以提升到大概这个位置了啦，所以还是稍微能打一打，但是不能说完全碾压大佬，你可能打他都不觉得痛的那一种。这一到皇庭的时候最多也就只能这样子啊，可能你还可以再提升那么一点点啊。那有一些玩家说如果你玩单兵种的话可以开到6个部队，这个我就不确定啦，因为我自己本人是没有开到第6个部队，因为我在后期有提升工程车，或许是可以开啦，但是看你有多努力了，你要花多一点时间去打野蛮人城寨，拉野蛮人可能可以到达这个程度。因为我在自己的账号玩过了，如果你要解锁到这个位置，基本上你就连前面指挥的部分都要解锁，你没有解锁的话其实是不能解锁后面的一些科技的。我个人体验下来是这样子，大致上是这么多吧，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所以我对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评价不是特别高也不是特别低，我觉得差不多吧，至少在关卡4的时候还是可以稍微玩一下。但是你说到皇庭的话，你就别想用没有花钱又或者是花很少钱的情况下去碾压那些真的有花钱的大佬了，你不要想这种东西。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